佛经中有哪些常见的梵字音译？那些梵字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好，Namaste，我是建娥法师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读懂佛经中的梵字音译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Bhikshu 这个字。Bhikshu 在中文翻译成比丘，比丘是男众，那如果是女众就是比丘尼，梵文是 Bhikshuni。比丘跟比丘尼指的是剃发出家、受具足戒的出家师父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有一位师父才刚出家，还没有受具足戒，就不能被称为比丘或者比丘尼。唐朝的译经大师和玄奘大师通常会把 Bhikshu 跟 Bhikshuni 翻译成毕除、毕除尼。我们看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大般若经》卷577。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释罗伐住士多莲己孤独园，与大苾芻众1250人聚。在这里，大苾芻众就是大比丘众。大家看到这一句，应该会觉得很熟悉，因为其实《大般若经》的卷577就是大家很常读到的《金刚经》。那大家比较常读的版本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那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《金刚经》一开头就是说：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Bhikshu 玄奘大师是翻译成苾芻，那鸠摩罗什大师是翻译成比丘。龙树菩萨在他的大智度论里告诉我们，比丘有4个定义。第一个定义是起事，第二个是破烦恼，第三个是持境界，第四个是不魔。龙树菩萨说：清净起时活命，故名起事。意思就是一位出家比丘，他要怎么来长养自己的色身，就是要靠托钵乞食，或者靠居士到道场来煮饭，来供养比丘或者比丘尼，来种植果树啊，或者种植稻米，来去贩卖，来养活自己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或者去帮别人算命，然后或者去持一些咒术，因为这样子而换取金钱也不行。那或者呢，如果有比丘、比丘尼结交这些达官贵人，借此来赚钱，来长养自己的色身，这也是不行的。有一句话说：上从诸佛起法，下就俗人起食。意思就是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是要向佛来祈求正法，来滋养自己的法身慧命，让自己能够求解脱。出家师父要依靠在家居士的供养，那不管是托钵乞食或者居士来供养师父的3餐，那么这些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就是自己不可以出去从商或者出去从政来赚钱。那出家比丘还有第2个定义就是破烦恼。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是破恶，那这个破恶破的就是烦恼恶，所以要把这些贪嗔痴慢疑邪见全部都破除。所以能够破烦恼就能够称为比丘。那当然就女众来讲就是比丘尼。把这些贪嗔痴全部都断除干净，那最后回复清净自在解脱。比丘的第3个定义就是持境界。受戒时自言：我某甲比丘进行受持戒。这个某甲就是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出家的师父在受大戒的时候，受具足戒，就要称自己的名字：我某某比丘，或者我某某比丘尼。那进行受就是我尽此这一报身，一直到我性命终了，我都要发愿，然后要发心，要支持境界，不可以有毁犯。比丘的第4个定义是不魔。当出家剃头着染衣受戒，是时魔不。所以龙树菩萨说这个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有一位出家师父，那这出家人刚
剃头，然后着染衣，就是穿上出家人的僧服，搭上袈裟，再接下来受持这个具足戒。这时候啊，魔王就会很害怕，感到很恐怖，因为魔王是唯恐天下不乱。可是魔王看到有人发心要来出家，甚至要来求解脱，然后执持境界，最后会成道，甚至成就佛果，他就很担心、很害怕，怕他的魔子魔孙就减少了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比丘有4个定义：第一个是起誓，第二个是破烦恼，第三个是持境界，第4个是不魔。那如果我们自己是比丘、比丘尼，我们就用这4个定义来替力自己，好好精进用功，求道，然后能够证解脱，最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如果我是在家居士，那我们也把这比丘的4个定义放在心当中，那替力自己也要这样子修行。那看到出家的师父，我们就清净心来供养师父，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医药这4事供养，来供养比丘跟比丘尼，让这个师父能够长养色身，那有体力，能够上求佛法，然后最后能够成道，自利利他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看了 Bhikshu 跟 Bhikshuni 这2个字，那我们下次见，Namaste。